而加不知火舞加上关羽的持续进场，然后把大四面保下来，然后完成了反扑。对，然后包括在红区的那一波的进攻，也是当时好像是小雨啊，我没有特别仔细的去关注是不是他，好像是他发起了一个指令，就是说这波能打，然后医生直接就上去开后排，然后火舞这边跟的也很快，对，立马把公孙离打残，最后一个一技能收尾，对，瞬间就把公孙离给秒了。然后紧接着小雨又给了一个信号，就是他后续能打，因为他自己已经保住了，他能活。这也说明他们现在5个人其实磨合的非常默契。对，所以这是 KSG 在第一局比赛给我们展现出来的个面貌啊。那么这一局比赛的话 ，KSG 是来到了蓝色方，红色方是广州 TTG， 先办先选 ，KSG 搬掉了空空儿，双方没有换边，败方依旧是 TTG 选红。那就看 TTG 这第2班盾山放不放。搬了鲁班大师，就并没有让 KSG 这边是搬什么元符，然后自己再搬鲁班大师的，先把鲁班大师搬掉，直接搬掉了关羽。搬这个关羽的话，就等于是你 TTG 盾山狂铁啊，而且包括说神梦系、女娲其实都可以更好的选择。还有这个盾山你搬不搬？因为关羽也是比较好打盾山的。对，直接搬掉，那选择性很多哦。狂铁在外面。哦，先拿苏烈，公共英雄池。那少次元出不出？最近很多队伍都想用少次元去对抗苏烈。没错，基本上就一边一个了。少次元的话呢，就是戈亚。戈亚，那应该是少次元了。这个赛季小雪的戈亚100%的胜率，还没有输过，看能不能继续保持。习惯就好。少次元，堂向来业绩第一。而且小雪的戈亚一贯的强啊，招牌英雄。锁了。这下路双人组现在 TTG 基本上就可以大臂一挥，红隼我的了，对，你别跟我抢了，太强势了啊！KSG 这边也拿个all in，我就不跟你抢了。女娲，但这个中射会不会太弱了？主要感觉还是自信，就选选手的召唤英雄。那就看 TTG 3楼这个火舞出不出。越是恐惧，狂铁，刚刚岛子哥点到的狂铁，他们在前2手没选，还在第3手选出来了。因为关羽一般的话，其实狂铁基本上是要拿的。对，那这样的话，后续 KSG 可以把火舞搬掉了。KSG 现在能够去面对的就是无言的夏洛特，搬掉了。然后如果要是还想给到后排一些压力的话，司空震。基本上就是搬一些站边，但是可能会被狂铁在边线压制，前期的时候。对 ，KSG 第3班是给了大司命，还有个曹操，拆了一手大司命加少次元的组合。曹操也搬了，就夏洛特、曹操、司空震、马超，你看你放哪个出来？基本上就是把这种能带线的给处理一下。对，进，没有选择去搬火舞，还是保证了一下女娲的一个输出环境。TTG 最后一班，嘉欣的进厉害。搬宫本武藏，搬宫本武藏的话，那大司命已经搬掉了。外面还有一手哪吒，等我看会不会选橘右京 ，KSG 后续3班打野，两边的打野都还没出哦。镜头给到无言，看无言这把会玩什么？你火舞前面没搬，这现在就要选了，没问题的。对 ，KSG 是把矛头指向嘉欣了。主要 TTG 这把把打野留在了 counter 位，我看他5楼怎么出哦。然后 KSG 我估计想的是，你这种火舞我不搬你，因为我这女娲也不想抢先权，这先权我也不是很好跟你抢，反正我就后线小心点就行了。对，我后线清完了之后，我传过去，半途支援。哦，元坦在这等着啊，元坦。那司空震出不出？边路拿什么？哦，赢，那就去切戈亚了。他因为 TTG 他其实没有搬司空震和马超，他没有搬司空震马超的话，意思就是 TTG 他这套阵容的上中辅都是能够直接给你的边路马超或者说是司空震一些压力和威胁的在前期。是的。然后 KSG 也就没有接这个招，所以他选择这个引来去，就是他这局比赛 KSG 的双边的容错率都是很高的。对，高容错不怕抓。就2个大招根本不怕被抓。有中路女娲还能随时传。对 ，TTG 给嘉欣拿了一手培训火，确实培训火打元坦像女娲这种比较好拉扯。对，他速率快，
就没有 KSG 这几个英雄没有能够直接威胁到裴金虎刷野的还有打团的一个动向。但这把其实 TDG 得提速，毕竟你是一个老虎、狂铁加虎虎的阵容。但是这把老虎身后其实蛮猛的，对吧？他这个阵容，不知火舞加上狂铁加上裴金虎加上邵思源，是打冲阵的。他这个阵容都没有后期，对，他就是一个前中期给你撵了。所以说这把得看 TDG 他们上中野3个人的一个配合。但 KSG 这把其实到4级也挺猛的，其实就女娃这边需要拖一拖，袁坦和苏烈的强度还是在。袁坦、苏烈去撑自己的3线，这3线能不能撑得住啊？主要是看 TDG 他们在前4分钟有没有一些巧妙的布置。他们之前是一直喜欢在这种前期偏6、4开的这种之后做一些野区的设计的。主要是加薪。对，然后赫茨的话，这局不之后看能不能回击一下流浪啊？上一局比赛流浪的不之后确实发挥的非常出色，虽然最后的 IQ MVP 给到的是尤德维的空空儿，但是这个不之后舞前期的节奏也是功不可没的。对，而这一场 BO5的比赛我们也聊了那么多，包括在对抗路上罗波的抗压，然后以及在这个射手位置的对位，2个新人选手的较量，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提的，不能忽视的就是中路赫茨一定要在节奏位上去领先于流浪。这把给他拿了个不知火舞，节奏从中轴上来看的话，他的对抗强度在前中期肯定是高于这个女娃的。而且主要是他的上野是狂铁加裴金虎，对，他一定要动起来。韦伯帮他抢中线，能够让他先游起来。是。这把看前中期赫茨支援的一个效果了，但是也要注意啊，注意流浪这手女娃的后手支援，毕竟一直是他的一个招牌英雄。对，他跟后手支援的话，他有可能会打你一个猝不及防的。如果你在边线没有第一时间造击杀的话，就哪怕火舞先动，女娃3前的跟过去也不会特别慢，对，而且容易被落地的这个矩阵拆火。来进入到双方 BO5的第2局，蓝色方 KSG， 红色方广州 TDG 为首评测。我是北岛，比赛开始。无言这个站位应该是帮句号提速的，而且得防狂铁老虎直接进虎区，直接进蓝区，因为上半图是狂铁的线群。是，中路女娃1级也是抢不过火舞的。而这把加薪的话，在前期是红开，就是和平开局。这种正常开，我觉得对于 KSG 来说是能接受的。下路打得也很凶，但是苏烈这边还没到1分钟，但快了，还有5秒。看一下这个红隼。小雨最终是被邵思源拿到，是，但是医生这波，闪上去留人，但是含着邵思源一撤走了。应该敖影刚刚技能在 CT， 卡了一波时间差，这就是苏烈改动之后的，前面不能第一波直接去换血，不敢打得特别凶，你摁换就把自己命换没了。对，赤甲也被嘉欣收下，保住了。对，传过来在一起吃中。给到无言第一视角，就前期 KSG 还是得稍微谨慎一些。那这场比赛上野上是一个看点啊，因为无言和罗波和嘉欣和句号他们上野的组合都是拿了5次 MVP， 就累积打野拿3个，然后对抗拿2个。对。这样一来，其实就看两边的这个整体经济。吃完这波线应该是差不多差个500左右，前面资源 TDG 还是拿的更多的。再过来抢中，这上半图的视野基本上都是 TDG 掌控的。中路过来抱着抢，苏烈加远坦过来之后，这波线权就在手中了。但还有一个兵，这波反倒是 KSG 后勤更赚，因为线被卡在了他们中1塔前。对。这样是能接受的。第2波空间之灵，赫茨过去帮了一手，让罗波拿到了空间之灵，然后再传下。赫茨好忙啊！这把这个不知火舞跟上一把的流浪差不多，就你忙我也忙，大家都在忙。3火想要去抢一波赤甲没抢到，主要4分钟这波，看 KSG 要不要去接，线权基本上应该是狂铁那边的。
他要接的话也是医生直接交闪上去开。对，或者说看能不能在4分钟前卡一波比较好的蹲伏的位置。如果 KSG 真的打得很强硬的话，我倒是感觉 TDG 他不会接，就是你如果太强硬的话，就原坦其实和苏烈4分钟的强度在，而且 all in 又是一个冰龙的出装，是因为他这个阵容是可以让裴擒虎直接去起边线节奏的，裴擒虎跟不知火舞直接去换这个变异塔。对。医生绕后过来拍一下，哇，这波韩的反应非常快啊！他直接就跑了。对，然后闪完之后往正面丢个大招，给小雪回了一口。然后小雪的话，他在吃到了苏烈的控制之后，自己也交了闪现，然后拉扯了开来。不过这波医生已经赚了，1个闪换2个闪，马上就龙团了。那4分钟龙团其实 TDG 就要斟酌一下。在小雪的戈亚没闪之后，他就得小心，就是句号跟无言的进场去切他了。对，看一下赫茨这波传中，哇，只有4个人看好了广州 TDG 啊！句号有点想反红的意思啊，先打了一波状态，直接交惩了。那应该这个龙两边都暂时开不了。第一时间句号是想去反红的，但往中左靠的时候看到萝卜往支援的路上，直接把萝卜的闪给打出来，然后萝卜也没状态了。对，那这样的话暴君 TDG 反倒是先动。加薪，直接拿下，因为句号刚刚成绩是交掉了嘛。对，这波还挺吓人的。下女王给了个大招，打一波，小雨没交大，没有逼出all in大招。这就是冰龙all in，他的护甲和生命值续航太高了，就只要你打不死，后面利用这个 CD 快和水龙魂一起回。昆仑变法。最主要是现在这个all in的出装在伤害上也高。对，因为冰痕它现在是1.2秒触发一次这个伤害和减速的被动，它触发的是很快的，它频率高，对，很契合这个all in的这个龙魂的这个释放的速度。一波龙魂抽下普攻，一波龙魂抽下普攻，稍微控一下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每一次都能够触发冰痕之祸的效果的，就一直有额外的伤害和减速，性价比是比宗师高太多了。就现在基本上就万物皆可冰痕。打野出，对抗路出，除了中路出不了。这对于像夏洛特这种英雄，对吧，都是比较友好的。对，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加强了。换变节奏，那如果下一塔应该是能守住的，因为没有选择强行去换。往上转了，这波两边的野区都刷新了。那河道视野还是被 TDG 占住，目前 KSC 是能接受的，他得拖all in和女娲的一个成型期，把这个双 C 拖起来，他后面就好打。TDG 阵容拿出来就是一个赛跑阵容，必须要迅速的在中期终结比赛的。TDG 得在后面找一波契机，能够进到 KSC 的野区，必须把这个团逼起来。对，因为现在场上的经济领先全在嘉兴一个人的身上，1000多全在打野的对位。但是你要进去的话，你得想办法退出来，你不能跟别人打死战啊！对，这波要来了啊！这个红区，无言在绕后，L 草绕后，无言进苏烈拍3个，引这一波直接闪现进龙坑，配合句号一波激活秒掉了小雪，所以被打出了被动，然后不出后5，这波看看能不能跑得掉。二元奶在旁边 A 一下，拿到了3连决胜，又带走了韩，然后逼退了赫兹的不知火舞。哇，这波医生的开团啊！哇，已经提前。感觉等待好了 TDG 进红区这样的一个动作，闪拍3个，然后从一塔草旁边绕出来个引，然后句号拿了一波3杀。是，他这波进去之后，是医生跟无言2个人把 TDG 的阵容瞬间打破灭了。对，然后 TDG 这时候只能各自为战，就看谁命大谁跑得掉。但这个时候句号过来一个一个收。对，等会应该有回放，可以去细看一下。哇，这波野区防守做得太好了。一波是让落后裴擒虎1000多的经济差马上追平，主要是我们刚刚才讲完 TDG， 你要能进一波野区，对，你得能出得来。你这一波，你看苏烈在脸上续了个大招，女娲给个矩阵夹了一下，矩阵是控了2下，对，给到了医生这边续大招准备的时间，然后引从侧边进场，远坦一个个收。哇，这第一波前面流浪这个矩阵卡的也很关键啊。对，第一个矩阵卡了3个，第2个矩阵也卡了3个。然后这时候给医生创造了一个冲进去大闪拍3个的环境。对，他在草里续大招。
二技能被打这波断，定身没有二技能顶回去，那这波集火有机会杀，一生一死，还是被小雪给 A 死了。哇，这个机会被韩抓住了，在苏烈放2的瞬间被少次元定身了。在原地放了个二技能。哇，这波 timing 抓的真好，知道你没有被动，对，然后过来就直接开你。应该是换龙了。在没有苏烈的情况下，中路也不敢守，不出后直接一技能过去踢一波强开，把流浪的女娲给开死了。也知道你女娲这波是没有闪现的，然后紧接着射野2个人过来也只能看一眼。先是打了一波苏烈掉点之后，看到句号在换龙，立马重新把中路视野挤过来，进了野区找到了落单的女娲，强冲了一波。对，他们这波都没有去。就如果这个时候，其实肯定会有人会去做什么，我要不要把这个一塔给拔了？但是 TDG 的执行率很高，就是我们要过去冲流浪，就所有人过去冲流浪，他也没有过来推这个防御塔。对，这波萝卜和赫兹的配合很关键，直接逼出了这个矩阵，立马直接2个闪现跟上，激活秒掉。这波打了2波掉点，还挺赚的，立马让 TDG 落后的经济反超。哇，今天这两边谁也不让着谁。得打，不能出现这种落单的情况。然后 KSG 这个阵容，他在防守反击上他也敢打，然后 TDG 在上一波刚打完了之后，他也没闲着，他也没怕也没怂。是的，找到机会就上，连续打了2波掉点。嘉欣在小地图上面发了一个撤退的信号，因为这波要带线柔收野区，两边就要准备10分钟龙团了。让赫兹的不出后去做了波上线。也让他补了点经济。无言这把其实边路带线得特别小心，他得小心火舞频繁的去打这个2。小嘉欣打一套，紧急交了，这是起杀星了，女娲这波飞下来了，给个矩阵没夹到。这个夹到的话，应该直接女娲更大了。但是把裴景武打残，可能要直接摸龙，但是第一时间句号没逞的，他得等一会儿这个 CD 还有15秒钟。第一时间，句号的惩还没转好，还有个几秒钟时间。但是这波好像 TDG 想 rua 龙了，大闪，苏烈又拍了一波，老虎残血过去拼城，句号把龙抢到了，给一炮直接把小九给融了，然后银也进场，直接开始打一波，把不出后给逼退，然后这边的狂铁也没能回得去。又是龙团医生的苏烈啊，拍了4个，打了一波0换3。等一下想拆这个2塔。而且高地有机会啊！这波线是没吃到减速的，对，没有减速带。赫兹跟嘉欣2个人想终结比赛吗？应该硬拆了一波，有点来不及吧？炮车没有吃到减速，2个兵还想来，还想继续。老虎这波过来想护断线，是的，但是看元坦这波直接砸进去，苏烈过来给他们拍一下，哥呀赶紧出来给黑沙不然这水晶没了，这是什么今天的决策？一波结束了比赛啊！太夸张了。